荧惑守心，说天狗食日，乃大凶之天象。南庆太子借此污蔑成王及世子李云前谋逆，欲将其赶尽杀绝。我等奉太子之命，缉拿谋逆罪犯，李云前，受死吧！人心歹恶，竟还怪异天命，这分明就是想杀害我们父子的欲加之罪。不过太子有言，倘若你愿归降东宫，指认你的父亲为反贼，太子可饶你。做梦！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剑快。好啊，比就比。成王世子李云前，谋逆不从，被我一剑穿心。给我杀！多谢出手相救，敢问尊姓大名？真正救你的人不是我。天下竟有如此之快的杀气！你不是秦国人，你是谁？东夷女商叶青梅，你如今死而复生，有何打算？世子死而复生，当然要回京救父。李云前，你竟然没死！我怎会死在你们这帮杂碎手中？给我上！我家小姐说了，谁杀你，我杀谁。我乃是庆国皇子，从未有过谋反之意，为何要杀我？成王殿下，因为只有杀了你们父子，日后太子的王位才会更安稳。住手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啊！这可是我的亲弟弟！皇兄，有啥？这是我亲自动手！皇兄，弟弟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非得逼皇兄做出这种手足相残、大义灭亲的事情？我乃庆国皇子，从未有过谋反之意。你假借天下，要灭我全家，你当真不怕父皇知晓吗？父皇，那个老东西终日不务朝政，这皇位迟早是我的啊！只要让你按下这手印，我的好弟弟，这大凶天象、谋逆造反之罪，你是认定？要我死，我愿用我的命换我儿的命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你的废物儿子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儿李云前应该曝尸荒野，说不定此刻秃鹫与野狗
正在分尸他的尸体。不！钱儿，恐怕要让你失望。皇室不仁，国杀将倾，如今的秦国早已烂了天。皇室不仁，那就杀了皇室；天若烂了，那就再造个天。李云钱，你想不想当王？你回京救父之后要做什么？夺嫡。我的好大侄儿，你没死啊！不过，你父亲已经认罪了，你翻不了天了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放了我父亲？荧惑守心，大凶天象，皇室谋逆，危及帝王，这罪要是没人认，那皇叔可不好交差啊。天下的意思是，若我敢承认谋逆之人是我，你就肯放了我父亲了？怎么着？你不愿意啊？那来替你爹报仇，来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！钱儿不要！弟弟，你不受父皇宠爱，还不如一个贱奴才。给我趴好了！来，杀了我！啊！父亲，我何错之有？为什么明明血脉相连，他却要置我们于死地？为什么他年长几岁就可掌权众生，而我们却要受尽欺辱，门门高诉？混账！因为他是太子，罔顾君臣嘉伦，还如此嘴硬。李氏家法是何？给我念。手握和平山，头顶忠贞刀，焚身忠君，死亦不能逆。杀了我！手足相残，最是残忍。李氏家法，你忘了吗？不要啊，钱儿！钱儿，世子李云钱，胆敢谋逆，无法无天，请求一死！你们还真是父子情深呢。好，那我今天就送你们爷俩上西天。小臣奉陛下之命前来迎福星进宫。福星？成王世子李云钱。成王世子，福星降世，百灾全消，万祸可解，准许入宫迎。现如今，我已被太子当成谋逆的荧惑守心之才，无法破解。荧惑守心不过是场寻常的日全食，与江山国运没有半分关系，更遑论谋逆。可毕竟是天象，如何能逆？天象虽不能逆，但能精准预测，为我们所用。据我观测，此天象会在1个月后结束。陛下，东夷城大旱3年，世子一至，竟天降甘霖。西莽城蝗虫引灾，世子过境，一夜之间蝗灾尽灭。世子入京，荧惑守心迎刃而解，世子实乃福星啊，陛下。他们说你是谋逆的荧惑，可我偏要让你成为消灾的福星。万民皆言，福星降世，佑我南去。福星降世，佑我南去，佑我南去。
万民皆言福星降世，佑我南郡。父皇，儿臣有疑问，这成王前几日还是荧惑灾星，这今日世子怎么就成了福星了？是啊，父皇，荧惑乃是亲眼所见的天象，但福星却只是民间传闻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皇太孙李云霄不在京都，我若要夺嫡，此二人便是最大的障碍。太子李德旺，宁王李世贤。儿臣怀疑李云前身份作假，请父皇彻查此事。果然是我庆国齐胜，朕又输了啊！观其官人，下其实心，陛下英明。请陛下彻查此事。行了，就是个天象罢了，都起来吧。不过，既然你们想争，我倒有一法能验真伪。自古福慧相伴，既是福星，理应聪慧异常，战无不胜。让他与我庆国齐胜对弈一局，赢则真，输了则假。父皇英明。李云前，这齐胜可是庆国无敌手，你要是输了，那可就是欺君罔上、谋逆的死罪，还敢比吗？与齐胜对弈一局？瞧你这紧张劲儿，这可是超你满门的。久闻齐胜胜女，今日能与之对弈，我何其有幸！自当好好请教请教。不如一次玩个痛快。如何痛快啊？一次下3盘，且为盲棋；一次下3盘，且为盲棋。哎呀，口出狂言！这棋分黑白，共计361子，你不用眼看，偏要下盲棋，太自大了。我庆国上下有神之一手榜，这李敖乃是长霸榜单从未有败绩的棋圣，还敢下盲棋，你真是活腻了呀！我自当想好好请教一番，不过朝堂之上无儿戏，既然要赌，不如赌把大的。李云前，你想赌什么？回陛下，赌命。成王殿下，只有你死了，太子的王位才会更安稳。住手！这可是我亲弟弟，有手也得由我来杀。若是我赢了，我要他的命。命运在此，棋定乾坤。李云前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齐胜若是输了，到时候可别哭鼻子。生死棋局由此开。此物为蓝牙，应该叫千里传音，你只需带上，其他的交给五竹。生死棋局由此开。双单行剑，定靠单。左后同行，是其中。提子开花30目。为什么要这下套啊？没有想过，蒙着眼睛能下平82。可这可以比齐胜还深呢。入64。这个时候，
去九七，杀！杀！啊！李云前胜，胜了！你看，杀！李云前再胜，杀！李云前全胜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棋术竟如此狠毒。前辈，您一局未胜，不会故意让着我吧？齐胜！什么骑士嘛！真是废物！愿赌服输，副统领的命是我的了。拿剑来！大胆！皇宫之内只有禁军可以拿武器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李云前，你是想造反吗？皇宫确实不适合拿剑，要不这样，我扇一巴掌如何？你扇他？怕什么呀？他又不会武功。柔弱的世子，你伤我的时候如果折断了双手，你可不要怪我呀。这小子修炼我送他的无名公爵已有1月，刚好今日测试一番。来，把头放正。啊！云前原来没有武大殿之上什么？这成何体统啊！父皇，李云前把他给打死了。啊！打死了！哎呀，这好你个李云前，居然在圣上面前杀人！来人呐，把他给带出去！嗯。哎呀，是啊，就算是福星也这。父皇。有点意思，果然是福星。父皇，父皇，如今我福星身份做事顺利入宫，接下来太子该我出手了。哥哥如此雅兴，这12金钗的临摹，简直是惟妙惟肖，妙哉！我的宁王弟弟，过几日再送一批过来，我要更嫩的。说吧，何事？今日在大殿之上，那李云前出尽风头，尽讨父皇欢心，此人定有阴功相助，哥哥不得不防了。宁王弟弟有何妙计？福星将士理应设宴款待一番，皇兄不妨做个顺水人情，然后再杀之而后快。有点意思啊！还是你有妙计。李云前，我要让你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有消息！有消息！有消息！哎呀，这几日我一直在打探消息。此事虽名为12金钗，但被囚禁少女已达上百。只是事关东宫，谁告谁死啊？打蛇打7寸，我们要揭发太子，还得救出那些姑娘们。我查了很久，始终找不到他们被关何处啊！太子府有重兵把守，外人根本进不去啊！报，世子殿下，太子差人送来请帖，邀您今晚赴宴一聚。你在明，他在暗，今晚是场鸿门宴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谁明谁暗，尚不一定。的确是场鸿门宴，
只不过这场宴会的主人是我。来，贤侄啊，今日本太子特意为你摆下这歌舞酒宴，庆祝你这福星啊！饮下此杯，你我之前的误会就一笔勾销，如何呀？被棋败了，又要跟我比演技？难不成他已经察觉酒中有毒？侄儿，惭愧啊！我不知大统领与太子殿下关系如此之好，竟一时糊涂失了手。啊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！哎呀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来，哎呀，我与那厮只不过是泛泛之交，当场发怒，只是怕你惊扰了圣驾，对你不利呀。停，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圣上交代给你的到底是何差事啊？就那个什么京都12金钗，我听说啊，有人去告了御状。哦，12金钗我倒是也略有耳闻，不就是那些失踪的少女吗？此等小事不至于惊扰圣驾吧？小事儿啊，小事儿。小事儿，小事儿。李德旺，这对你来说只是小事儿，你就是个畜生！这些爹娘手上的掌上明珠，这些未经世事的小姑娘，被你囚禁起来，当成泄欲的玩物，你竟觉得这只是小事？李云潜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你知道污蔑太子犯的是什么罪吗？罪。我指着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太子，我今天就与你明说吧，此事我已掌握全部证据，只待明日地状御前。我不敢杀你，皇上他敢杀，百姓不敢杀你，律法敢杀。李云潜，你喝多了，来人，把他给扶下去，找机会杀了他。我没有罪。不行，我想吐。届时你趁机带人进入太子府。是。姑娘们不在太子府，那会在哪儿呢？看来戏还没演完，那就接着搭台，接着唱。世子殿下，我看你到底演的是哪出？世子喝醉了，还是早些休息。春宵美妙，自当慢慢消磨。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。我看世子殿下好酒量，不如你喝一杯，我脱一件，如何？有意思。
喝。喝啊！世子，快喝啊！如此春色美人，怎么不敢啊？不是我不敢，是你不配。姑娘好眼睛，没你好。你到底是谁？说。这是。他就是这么虐待你们的。7年了，一开始我还想过反抗，但是结果只会是被打得更惨。对于太子来说，我只不过是他招待权贵、任由摆布的玩物罢了。我的命早就是他的了。与其苟且偷生，不如和我联手扳倒太子。什么意思？你随我在陛下面前指认太子与12金钗之事，我可保你不死。太子的势力遍布朝堂，你区区一个世子，如何保我？如今你身份已暴露，你觉得太子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吗？想清楚了，再告诉我你的决定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杀了你。我要这苍生黎明，平安无忧；我要这朝堂清明，以法为先；我要立于危墙之下，以一己之身力挽这南庆将倾大厦。李云钱，你想不想当王？我必须当。你不是12金钗，你到底是谁？他既是金钗，也是北齐杀手司慕。你不仅设计杀我，竟还私通敌国。非也，非也。我今日是邀你前来赴宴，谁知你酒后竟私自与那北齐杀手同宿，后被其杀害，与我何干呢？啊！我既然赶来赴你的鸿门宴，自然是做足了准备。太子，你还真是丝毫不出我所料啊！哦，12金钗一旦败露，你必然会将姑娘们转移出太子府。方才我借酒发疯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此刻我的人已经去救他们了。你这么说，我好怕呀！可是没有用啊！就算知道他们在何处又何妨啊？没有我的命令，那里谁也进不去。此事我已然也料到了。料到又如何？可惜呀，
你是没有机会看到明日的太阳了。你就这么想见到这群贱妇？我成全你。来人，把这个杂碎带过去。我要让你死个明明白白。哼！来，这又是谁？还来杀我的？你就是成王世子李云潜。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！哼！哎呀！干嘛呀你？我叫费介，虽然你不认识我啊，当然我也没见过你，我是奉叶青梅之命来救你的。干嘛呀？你二话不说就打我呀？你会用毒？不能说会，只能说非常擅长。走，我们得把那些姑娘们一块带走。那是自然，好歹我费介也是侠义心肠、忠肝义胆之士啊。走吧。皇兄，我们如实说，父皇能信吗？你说呢？我可是老头最爱的儿子啊！父皇啊，不好啦！李云潜死啦！你说什么？李云潜被北齐的杀手给杀了？想我南庆和北齐最近相安无事，谁知他们竟然杀我皇室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福星遇害，定是陈上天罡及虚上何魁，实乃大凶啊！父皇，可怜我那爱之李云潜死得惨呐，听说还被千刀万剐，尸骨无存呐。太子殿下，恐怕又要让你失望。我再次死而复生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可能，他竟然没死！哎呀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啊！我非但没死，还给太子殿下带来了一份大礼，带上来。启禀陛下，这些女孩被称为京都12金钗，也就是被太子豢养囚禁起来的玩物。真有此事？我们被太子殿下关了好多年了，求陛下为我们做主。父皇，儿臣诸日操劳国事，伤心劳肝，儿臣发妻死得又早，儿臣实在不愿意再娶，所以找来这些少女来慰藉儿臣对亡妻的相思之苦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太子殿下整日为国操劳，还请父皇宽免太子。请圣上开恩。陛下，囚禁少女，罔顾人命，此事非同小可。
还请陛下。都别争了，此事并非什么大事。朕罚了，退朝。囚禁少女不是大事，那私养禁军，该当何罪？历朝历代，禁军只忠于皇上一人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他们竟开始听东宫调遣。还是说，太子背着陛下，又滋养了一群禁军？李云田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你有何证据？这是我从他们身上搜出的，刻有太子名讳的虎符，私刻虎符，偷养禁军，这可是人证物证俱在。父皇，父皇，听儿臣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父皇，你听我解释啊，父皇。够了！儿啊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不，没有啊，父皇。来人，我要废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不忠不孝，难继大统，今废其储君之位，押入金庸城大牢。钦此。走儿子，我是太子。成王世子李云前德才兼备，即日起任禁军统领一职，护佑王室。钦此。臣李云前领旨谢恩。大人小心，自己人。恭喜大统领。你刻意在此处等我，不只是为了恭喜我吧？我既为北齐杀手，又刺杀福星，宁王参本要杀了我，你为何救我？司母母刺杀我一事，乃是与我合谋为之，目的就是要迷惑太子，还请陛下法外开恩。宁王杀你，只为灭口，我断然不会袖手旁观。无论如何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他日若有需要，我的命就是大统领的了。大统领哦，接下来什么打算啊？金庸城大牢。这是狗奴才吃的辣子，有鬼！李德旺，看来你还没有适应你的新身份呢。李云前，你已经不是太子了。你先是与我打赌，杀了高昂，又借我的手除掉禁军统领，然后你取而代之，还是父皇废除了我，一箭三雕。你不简单啊！东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儿可是皇太孙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勾结禁军已成事实，倘若他来了，我便将你私通敌国的事情也说出去。届时，我便送你们父子一同上路。届时，我便送你们父子俩一同上路。还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其实陛下根本就没有让我暗查12金钗之事。太子府那日，我只是炸一炸你，所以废除这把刀是你自己递上来给我的。我只是玩了些风尘女子，让禁军帮我看守而已。父皇他不会怪我的，不会废除。禁军只是帮你看守，那兵部呢？
你偷运女孩到部队里，假借慰问，实则是贩卖。倘若陛下知道了此事，不只是废除，还会砍了你的头。他们只是简明一条，不足为虑。但你我同为皇室，本就是血缘同族，何必要自相残杀呢？果然，人越是软弱，就越会故作野兽。最无能的男人才会靠欺压女人来彰显强大。你欺辱我成王府几10年，毫无愧心。现如今在地牢，倒忽然想起我们是同宗同源了。我陛下做出东宫这么多年，不如我们联手吧。仅凭一句话就要我帮你，恐怕诚意不够吧？弟弟，你就是那贱奴才的命，哈好了。想不到堂堂太子，如今竟真的像条狗一样。这就是报应。他往日如此残害你，竟还要你帮他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不过扳倒太子是喜事，你为何闷闷不乐？上百少女被囚无动于衷，勾结禁军，方龙颜大怒。皇家果然只有权力，焉有人性？权力面前从不讲良心，只论输赢，这就是庆国的天。成王败寇，犹如今日之东宫。我偏要逆天而行，我要当王。之前我问过你第一个问题，你想不想当王？今日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想要当一个怎样的王？以苍天之心为心，为天下人愿而愿。天下安宁，人人平等，这也是我选择帮你的原因。我也有一事想问，你究竟是谁？家在何处？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它叫神庙。神庙？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神庙？你喝多了。不管有没有神庙，好在你有个安稳的家，而我的家已是风雨飘摇。真希望也能像你一样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一定会的，只要你想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众臣此刻正在参本，要立宁王为新主啊！看来这位宁王迫不及待想要出手了。姑娘的面纱，等我做主东宫时再揭下。太子已倒，下一个就轮到宁王了。陛下，东宫之位不可缺，依照我国律法，嫡长子被废，应立次子宁王为储。请陛下立宁王为储。文官衣服上绣的是禽，武官衣服是兽，这文武百官全都是趋炎附势的衣冠禽兽。启禀父皇，依照南庆律法，嫡长子被废，我应被立为新储君。然
儿臣顾家爱子，对父皇与皇兄向来只有敬佩辅佐之意，绝无贪念，还请父皇莫要立儿臣为储。与大臣合谋演这么一场戏，您们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身为皇室，理当为朝分忧，不做储君。你想做什么？3年一度的科举将至，儿臣请愿负责此次秋闱，为培养庆国新的人才略尽绵薄。只是此次秋闱事关重大，儿臣可否请福星相助，算是讨个好彩头。臣愿协助宁王，一定办好此事。为何你要答应做秋闱考官啊？这与打败宁王之间似乎并无关联。南庆的皇室已然不堪，6部的腐败更如烂泥一滩。我要在夺嫡的同时，也将文武百官翻个天。哦，所以你想借此次秋闱一事，寻找一众良臣进入朝堂，给6部来个大换血。只不过怕宁王也想借秋闱一事除掉你啊，你不怕授人以柄吗？宁王手持鱼竿，以为自己是个钓客。哦，殊不知他背后有张网，您才是真正的渔翁。宁王既然想玩，那我便陪他多玩一会儿。哎，有了！这道符乃是用楚子血所化，带回去化水让宁儿服用，方能为他延寿7日。多谢仙姑。不过想要彻底根治，还请仙姑明示。还得用福星的血。只要能为我儿续命，别说一个李云前，就算要用皇室全族、全天下人的血，我也愿意。帝王之家向来是手足相杀，父子相残，没想到你却有舐犊之情。父爱子情深，自然可以为之不顾一切，还望仙姑体恤，指点一二。好，因果轮回皆有定数，福星亦当遵守此道。倘若你种下那李云前借由秋闱受贿舞弊之因，又会得到哪种果呢？若涉及他受贿舞弊，则需坐实有人向他行贿。这是此次秋闱考生名册，还请仙姑明示。有一学子名范建，学识过人，却家境贫寒，才高八斗，又胆小怕事。如何？仙姑保佑。宁王殿下，这就是范建，我已经与他谈过了，他十分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文人风骨，气节长存，我绝不会与你们同流合污的。好一个文人风骨啊！我在猜，即便是把你的眼挖去手剁，让你今后再也无法读书写字，你也会宁死不屈的。哼，知道就好，那就别废话了，赶紧放我走人。世子殿下，学生范建有一事禀告。所谓何事？我可以放了你，只是不知你在儋州的老母亲，会不会也有你这番铿铿铁骨？听闻世子殿下是儋州人士，
学生特意带来了老家娘亲自己做的小吃锅边馍，请大人品尝一番。兄台客气了，我常年在京都，都已经忘了家乡的味道。有心了。小事一桩，既然殿下爱吃，那我稍后便托人多送些过来，以解大人思乡之愁。若涉及他受贿舞弊，则需坐实有人向他行贿。这是李云前的亲笔书帖，是我趁他不备偷出来的。做得好。待我仿造他的字迹，将这试题抄写几份流传出去，那他这受贿透题的罪名算是坐实了。那宁王殿下，此事之后，你当真放了我的母亲吗？我已信道多年，怎会出尔反尔？放心吧。我看你今日起路不如往日锋芒。说，是不是那回使了什么诈，才能蒙混过关？臣乃受主隆恩，方能侥幸赢过其胜，未曾施诈。那是自然，你可是我大庆的福星啊！启禀父皇，儿臣要参奏成王世子李云前贪财受贿，兜售试题，毁我丘为，罪不容诛。有这事儿？陛下，自古科举乃选拔栋梁不二之道，纵是福星，亦不可利用丘为毁我南庆根基，恳请陛下严惩。陛下，科举乃国之大事，涉及江山社稷，透题受贿者，按律当斩。皇叔，说话可要小心呢。带上来。此人名为范建，正是今年参试的学子。范建，我来问，前几日你是不是去过成王府？是。好。你们二人相谈甚欢之后，此信是不是李云前亲手所写，交由你的？是。大胆李云前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认罪？皇叔，请不要将此信打开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哼，侄儿啊，我今日偏要将此信拆开，让你死得明白。皇叔，倘若此信不是我透题的证据呢？你如此污蔑我，又该当何罪？哼！此信是我亲自从范建身上搜到的铁证，倘若我污蔑你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那就请皇叔一字一句的大声的读出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杀我，还是我剐你。好，本人李云前。还说这不是你写的？哼！本人李云前，当今圣上，帝王风骨，巍峨如山。这怎么可能？切记，不要让他打开。这个宁王啊，自信至极，我等不及看他事情败露之后是何嘴脸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陛下。这上面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是发自我的肺腑之言，不知与丘为透题又有何关联？看来此事当真是场误会罢了。不是误会，父皇。启禀陛下，世子一片担心苍天可见，竟被宁王诬陷舞弊，一句冤枉，属实不公啊！宁王殿下方才好像是说过，倘若诬陷舞弊的话，就要被杀被剐。你该不会说话不作数吧？你小子！启禀父皇，儿臣还有别的证据，拿上来。你别急，让你慌的还在后头。方才这封信确实误会，可是这2箱银票呢？这可是在你府上搜出来的受贿银票。
你又当如何解释？不痛。哎呀，这，看一下，谁？你看，这还写的不错呀，不是，这是写的，是吧？称颂宁王殿下，我怎么看着这并非银票啊？是什么？他还说过什么拍马屁的话呢？有了。念。我对皇帝的敬爱，犹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哎，停，情绪不对啊，表情管理也不到位，你应该这么念。臣等对陛下的敬爱，犹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你们，父皇！这个宁王啊，设计陷害你不成，反倒自己领了个禁足几日的惩罚，实在大快人心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做戏做全套。好，哎，我会再以你的名义对各学子慰问一番，顺便将那个宁王威逼学子设计秋闱考官一事闹大一点。如此一来，你在学子中的威望便可大大提升。还不够。我也觉得，要想赢得学子们的信任，光有威望可不够啊。没错，还需一场舍命的大义之举。如何舍命大义啊？宁王殿下，此为下国，果然有晦气之人前来。说吧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非也，皇叔在御书房内曾说要我死得明白，我来是让皇叔输得彻底。那我倒要听听，我究竟输在何处？皇叔联合学子设计诬告我受贿舞弊，此计确实高明，但是你选错了人。此话怎讲？倘若皇叔再审查下去，便可知道我不仅曾在儋州生活，范建之母正是我的乳娘。原来如此。从我找到范建之前，你的这盘棋就已经在下了。李云前，算你厉害。也罢，那我们就各退一步，握手言和。你欺我兄长和我乳娘，可不是一句胜负那么简单。不是胜负，那是什么？不是胜负，自然就是生死。太子欺我成王府，我将他废除入狱。如今，你拿我亲人好友做威胁，我自然是要你的命。李云前，你好大的口气！那我们就看看谁的命够硬。我既是福星，便能言出必中。皇叔的死期就在本月。宁王这人啊，信奉巫术玄学，当初荧惑守心便是他透露给太子的消息。方才经你如此一下，他一定阵脚大乱。以子之矛
公子之盾。他既然信命，我偏要以福星身份激他，让他犯下一个足以要命的错误。既然你已经断言他会死，又为何让我将月圆之夜并弱者将亡的消息散布全城呢？唉，宁王的爱子又发病乱咬人了，惨啊！蛇打7寸，人抓命门。我要给宁王的丧命之祸再添把新柴。结果，救救我！滚！结果，我儿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原本我想用福星的血肉为你儿做药引，以示有被天道，没想到你却败了。如此良机，竟被你错过。现你儿的魂魄已在鬼门关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可以用我的命来续我儿的命。我求你了！我是看你爱子心切，才愿意帮你。但光有你的命，恐怕不够。只要我儿能活，杀多少人我都愿意。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。15月圆乃大阴之日，你儿福薄气弱，得先向一些福厚气强的文人借命，再以福星之血为引，由我亲自祭礼，方能与天争鸣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抓来。至于那福星李云潜，他不是说我杀不了他吗？3日后的月圆之夜，既是我儿的重生之日，也是他李云潜的死期之至。来，再来一杯。再来，来干！您的酒。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恭喜你荣登状元之位，可喜可贺。寒窗苦读10余载，现如今，终于能跟老母亲有一个交代了。演技太浮夸了，比我都浮夸。救还是不救？放心，他们早就吃了废界特制的万毒解，毕竟唯有以身入局，方能换得天下文人的推崇嘛。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？谁也？我是眼睁睁的看着，你不行。李云潜，之前传闻你在修炼着什么绝世武功，还不是被我轻易拿下？我会不会武功？宁王不妨给我解药试试。你不是福星吗？今日我用你的命做药引，来为我儿续命，一炷香后便是吉时，我要谢你才是。你竟如此害我，不怕有违天道，祸及江山？哈，何为江山？我儿的命就是我的江山。
放开我！走，快走！没想到还能吃到这么好的饭，太好吃了，真不错。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肯定吓坏了。这饭真好吃啊！是我吃过最贵的、最好吃的饭了。要不你们也尝尝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竟还只顾吃饭？我们吃的可是断头饭呢！张楚元，东岳人士，曾变卖全部家产置办太学，免费育人。赵月郎携带数百名百姓血书，入京状告知府7男8女。诸位封公和大名，难道真的就愿吃这碗断头饭吗？我们当然不甘心，但世间不公之事太多，这命我不得不认啊！数十年圣贤书，满腔为国的抱负，而如今入世未成身先死，诸位真心认命吗？权贵是天，皇子的命令就是天命，别再挣扎了。都给我老实点，不许说话，更不许站起来。听到了吗？我们只能跪着，站了就得死。说着认命，我看你们就是一群懦夫，吃了那么多学问，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，算什么顶天立地的文人？谈何报国？仅凭我们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，一个不行，那就10个；10个不行，那就100个。竭诚为民者，是会越来越多。让贤臣居位，让奸佞断头，让仁义为民者有官可做，让茹毛饮血者永无登台的机会。诸位可愿同我一起？世间再不公，以血引雷霆。吉时已到，把李云前带过来。是。你我叔侄一场，有什么遗言说吧，我会转达给你父亲。皇叔倒是提醒了我，我还真有句话要说。哦，前几日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会在本月杀你吗？我想收回那句话。现在知道说错话了？我是说错话了，杀你不在本月，而是今日。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嘴硬？那我就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剑硬。宁王酷爱占卜，难道没有给自己算过吗？接下来我数到3，你就会暴毙而亡。1、2。去死吧你！太子，此时杀了李云前，便能重回东宫，还不快动手！接下来我数到3，你就会暴毙而亡。1、2。去死吧你！
爷前，我杀了你！3、2、go， 去死吧！全死了！这怎么回事？太子和宁王怎么都死了？诸位不要惊慌，宁王残杀文人，太子弑杀福星，罪有应得，应遭天谴。哦，原来他们是遭了天谴。那看来世子殿下果然是天降福星啊！多谢福星相救，多谢福星相救。我等愿追随世子，我等愿追随世子。如今朝野动荡不安，民间更是纷纷上书状告他们的恶行，实在是大快人心。陛下已经下旨，命你兼任礼部尚书，可举荐良臣以肃百官。如今你在南庆，已是民心所向，得敌成功在望。陛下一日不首肯，我便一日无法安心。还有一事，既然已经知道是仙姑指使太子杀你，那你为何不抓他？清流之下，暗流涌动，水深之处，尚有大恶。大恶？谁呀？谁呀？皇太孙李云霄。于情于理，我也该去吊唁一下太子了。这个李云霄他性格狠戾，又知晓是你杀了他的太子父亲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去，不然怎么逼他一把？逼他一把？之前逼众文人是为了唤出他们内心的光明，接下来我要逼出堂兄内心的黑暗。李云潜，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我来吊唁太子，请问堂兄为何要杀我？自弃太子之位被废，父被你残杀，我当然是为父报仇。为父报仇的确天经地义，堂兄要报仇的话，也理当先杀了他。堂兄要报仇的话，也理当先杀了他，再杀了自己才是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李云潜，我杀了你！快走！父亲被杀，你却和他眉来眼去，竟还敢在父亲的灵堂内和他苟合。堂兄的孝心，弟弟当真是钦佩。就算被人知道，那又怎样？众人都只看到二王死在你手上，我现在就要去禀告圣上，李云潜谋杀亲王，罪该万死。好啊，那就请堂兄跟我一起。刚好我这里也有要参堂兄的东西。想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皇兄假借仙姑之名，多年来利用宁王大肆敛财，设计修为残害文人，私自将太子从地牢里放出，再让我们相互残杀。你胡说！陷害福星，残杀长辈，欺君弑父，按照南庆之法，当千刀万剐。不可能！太子已死，嫡长孙继位。嫡长孙继位，皇爷也是不会杀我的。此刻我的人就在御书房外，我现在就过去参奏，圣上自然会知道你全部的罪行。
我倒是想看看，你到底死不死得了。世子殿下，你和皇太孙同为手足，为何非要到互相残杀的地步？罔顾千轮，自相残杀，不就是你们父子俩惯用的伎俩吗？李云霄，你父亲的死状也定会一模一样出现在你的身上。一个低贱的世子，也敢如此威胁我皇太孙啊！连个太子的位子都保不住，人活着没什么用，死了还不能保佑我！废物！废物！呀！来人，把他的尸首给我挖出来！可鞭尸，不要挫骨扬灰！慷慨激昂，愤恨交加，杀人诛心这一出演的真不错啊！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去哪儿？皇宫。李云霄狗急跳墙，定会铤而走险。他要反了。萧儿别怕，有我在。大东西！父亲，父亲，我去！身为皇太孙，竟敢如此下贱的道姑淫乱，真是丢尽我皇室颜面！来人呐，给我拖出去打死！父亲不要，他没有勾引我，我是真心爱他的。上不了台面的废物！日后我登基称皇的那天，第一件事就是废了你这个贱种！父亲，父亲。哼！我现在就过去参奏，圣上自然会知道你全部的罪行，你父亲的死状也定会一模一样出现在你身上。既然太子已死，那我便越过太子，直接当皇上。李云泉，我要跟你斗到底。无妨，你本来就计划弑父称帝，如今只是将计划提前。我圈养的死士已在京都城外驻扎数月有余。今晚，我要杀了皇帝，杀了李云泉，造反。好，只要你别忘了，等你登基之后，我才是你的皇后。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也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。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！皇帝在哪儿？皇帝在哪儿？一子一问，每下一子便可问一个问题。
对方不可作假。依你断言，李云霄会如何造反？他会先绑架我父，想要将我引出城，再集结军队，逼入皇宫。他们的父母妻儿都在这儿，我看那帮反子还敢不敢造反？殿下这招可谓是杀人诛心啊！最后他持剑闯入，你自己来贴身护我。我是您禁军的大统领，也是您的皇孙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舍命护您。同为皇孙，他却偏要杀我，与他那不成器的父亲并无二样，是我南庆的悲哀呀！幸好上天赐我南庆福星，才能逢凶化吉。那便恭喜陛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福星一事是真是假？我说是真，那便是真。今夜之后，成王为皇，你为太子。皇爷爷，皇爷爷，把皇位给我！皇兄，我等你许久了。找死！你死了，我便能成为太子了。李云霄谋逆被抓，不久后皇帝驾崩，临终前尚未成王，李云前被封太子。黄门深九州，重重要人命，可偏不信命。成王世子，处死吧！我这就送你上西天。骨肉相残最凄惨，奈何生在帝王家。皇权专者，最是无情。那我就比他们心更狠，血更冷。想不到堂堂太子，如今竟真的像条狗一样。杀你不在本月，而是今日。皇兄，我等你许久。恭迎陛下，恭迎太子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千岁千岁千岁！恭迎陛下，恭迎太子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千岁千岁千岁！没有人能阻止我颠覆天地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都得死。如今夺嫡之路上的障碍已被全部清除，聂荣升太子，今日这又是在吊什么？吊未来。今日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，你想要当一个怎样的王？以苍天之心为心，为天下人愿而愿。天下安宁，人人平等。不日我将登基称王，确实该好好想想怎么做这个王了。自古治国之道，无外乎立法富民强国。那这立法，小叶子说过，我们可以建立监察院，为生民而立庆国之法，让万民不因富贵而容忍，不因贫穷剥夺。这个监察院院长，我来当了。啊，对，他还说过可以建立内库，不仅制造白糖、肥皂、玻璃器皿，还可以炼造钢铁、打造武器。那这掌管内库之责，非我莫属。哎呀，都告诉你了，钓鱼的时候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吓跑了吧？哎，你也别钓了，钓我就钓。哎，你是怎么这么烦呀？你才烦。方才看你一言不发，懒得在想什么？我也懒得理你。我们曾经的约定将要完成，
且良师益友在此，夫妇何求？他们为益友，那良师是谁？我吗？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另一个约定。姑娘的面纱，等我做主东宫时，我再揭下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命您过去一趟。父王，父王，太医，太医呢？罢了，我也病入膏肓，无需再客座太医。今日召你过来，是要另一件事。李云霄在地牢中已被关押许久，放了吧。父王，李云霄思阳死时，意欲谋反，按律当斩，万不能放。先皇去前曾临终托孤于我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是我们的家人，是一脉相承的血亲。家人，若不是他父亲命人将您打伤，您的身体又怎会变成这样？若不是他李云霄以剑相逼圣上，圣上又怎会气急攻心，突然驾崩呢？住口！我是皇上，我说的话就是圣旨。难道你要抗旨不成？儿臣不敢。只是李云霄其罪可诛，若是将他释放，皇室威严何在？律法何在？天下悠悠众口，又该如何来挡啊？既不能杀，又不能放，那便将其流放至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踏入京都吧。儿臣遵旨。陛下向来人心至极，最重家卵，也可理解。如今他与被禁，永世不得入京都，您就全当放他一马。这并非是放他一马，而是放虎归山。太子勾结禁军的余孽仍在，李云霄又手握鸣笛，一旦放他出来，必定会卷土重来。您的意思是？做人就要做绝，我要把他踩在脚下，让他永无抬头之日。唉，可陛下已然下旨，你万不可动手杀他呀！我当然不会亲自动手，监察院出手，无论你用何种方法，我要让他见不到明日的太阳。跪下！你弑杀兄长，我必须要以家法教训你！快跪下！儿臣此举实乃迫不得已，只是为了保住皇位，保住江山。这皇位和江山本来就是他们的，如今被我们偷来抢来，你有什么资格要保？无能者，就是名正言顺、德才兼备者，却是偷抢。父皇，我们能走到今天，实乃大势所趋啊！什么大势所趋啊？分明是你谋逆而成。儿啊，你变了，你才是那个乱臣贼子啊！
如今太子是我李云前，容不下任何李姓人。此不叫父之过。一路谋逆至此，我实在无言以对先祖。但毕竟身为人父，既无力为你开导，那只能为你让道了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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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传太医。这是我能为你走的最后一步，接下来的路，你要自己走了。父皇！儿臣绝不辜负父皇，恭送父皇并天。来人，陛下，南庆皇帝驾鹤，南庆上下哀痛欲绝，特举全国之力为其大葬，并发帖给各国皇室前来吊唁。是陛下。如今我已称王，包括父皇在内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但这个王位我并不满足，我不仅要当南庆之王，还要当天下之帝。为太上皇风光大葬，国人尚可理解为你极尽孝道，但为何又要请各国皇室前来吊唁？诸国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，再加上你刚执掌玉玺，根基未稳，此时要他们前来，岂不是引狼入室？我就是要引狼入室，这样他们才能杀了。荆轲刺秦王的道理，二位不会不懂。我就是要他们来行刺我，借此我才好向他们开战。可如此挑起战争，大开杀戮，实为不妥。是不是要先问问叶姑娘？是啊，此伯伯也行。我得去找叶姑娘。谁敢逆我？你们二人曾经是我的故交，如今亦是我的权臣，怎么替我办事，还要先问过他了？臣万万不敢。不敢最好。陛下，贝奇斯木木请求觐见。你们先出去，我的荆轲终于到了。上次一别，你还是禁军统领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我倒要助你成为南庆国君了。大胆！见到陛下还不下跪？看来他对我还有情分。不知你今日找我来是要做什么？我要你的命。
我要你的命。无论如何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他日若有需要，我的命就是大统领的了。你之前欠我一条命，现在我要拿回来了。好，你想要怎么拿？是要我此刻自刎，还是午门外斩首？你回北齐一趟，以祭奠的名义集结各国高手，跟随各国皇室混进皇宫来行刺我。一番苦斗之后，你要死在我的剑下，他们自然也是。你为何要设计这些？想借此机会除掉各国武林高手，铲除隐患，对吗？你还是如此聪明。还是司姑娘聪明，竟能想出以吊唁之名行刺杀之事。可进殿如需上交兵器，怎么办？此事我早有安排。听说李云前一直在练习霸道真气，此神功最高可达大宗师级别，大家务必小心。谣言而已，我早就打听过了。李云前一直披着福星身份，徒有虚名罢了。今日我们联手，定能斩杀这个新王，再一举瓜分南庆。那就让你们开开眼吧。各国使者前来吊唁，还望陛下节哀。你们能来，足以见你们国家的皇室与我南庆交好之心，朕心甚暖。陛下，希望我们如何吊唁？很简单，各国使者大声诵念3遍这些字即可。各国须以南庆为尊，这倘若要是读了，岂不是承认各国为南庆附庸？休想！你竟打着吊唁的名号，让我们通敌叛国！你们前来吊唁，看来很没有诚意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我们来就是要斩杀你的。好啊，那就一起上吧。朕以庆帝之名在此立誓，朕在守土开疆，扫平诸夷；朕在当定我南庆千古之基，振我南庆万世之始。朕乃庆帝，天地之间，千古一帝。我要割下你们的头颅，再送回各国，再以行刺的名义攻打你们。一统天下。你不是说今日只是借机除掉各国高手吗？卑鄙！宁王参本要杀了我，你为何要救我？宁王杀你，只为灭口，我断然不会袖手旁观。是你太笨了。来人，休书诸国，庆国有意与诸国交好，但诸国却趁人之危，胆敢行刺，令朕大失所望，无奈只能开战，以彰正义永恒。想必2位大人也在为陛下的英武决断开心，在等着为陛下庆祝呢。他如今被野心与权力裹挟，我们只能尽力一劝。臣不知陛下大驾，还请陛下见谅。坐。臣不敢。看来我们之间怕是出现了隔阂。这个攻打各国
开疆扩土也能理解，但凡动乱之处，内裤稍为锦绣灰，天街踏进公卿谷，还是要谨慎行事。这我们都知道，你是想借此机会铲除各国高手，这样一来，也能使你自己的武力大增嘛。但你若需要增进武力，我们都可以帮你。是。你们钓的鱼终究不是我的，他也会不理解我吗？会阻止我吗？哎，都告诉你了，钓鱼的时候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吓跑了吧？在想什么？你不也说话？有良师益友在此，夫复何求？他们为益友，那良师是谁？我吗？会不会钓才不？看来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。可如此挑起战争、大开杀戮，实为不妥。是不是要先问过叶姑娘？是啊，此波波野心，我得去找叶姑娘。哎，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它叫神庙。此物杀伤力太大，你不能碰它。世上就没有比它更快更强的剑？即使你成为大宗师，他也能轻易将你击杀。小叶子说过，我们可以建立监察院，这个监察院院长我来当。啊，对，他还说过可以建立内库，那这掌管内库之责，非我莫属。监察院监察天地，原来监的是我这个天子，查的是我这个庆帝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外敌犯我边境，陛下愿御驾亲征，以扬我南庆国威。命户部范大人随军亲征，并监察院陈大人率黑旗镇守北部，即日启程。陛下御驾亲征期间，京都一切安好，唯有一事，这是太平别院留下来的东西。无主不在，叶姑娘生产，此事杀入太平别院，皇上回来怪罪下来，你我都得掉脑袋。我们可是奉太后及皇后之命来办事的，若不办，今日就得死。走。陛下，怎么办？通知范建和陈平平，找出杀害他的凶手，血洗京都，替他报仇。厉云潜，我知道我会死，但此事是他们趁虚而入，还是有人预谋的暗杀？我儿范闲一定会找出真相。就该这样嘛！嗨，谁说不是呢？就是啊！厉云潜，一路相携的挚友，如今与你相背而驰，
你虽登天位，却早已遗忘了初心。你还不觉得你错了吗？就是啊，你这人来了，掉下去，走。我受尽屈辱，才终获权力，一路血拼，才登上帝位。雪高鹤寡，独上高楼，纵观天下，唯我一人。这就是孤家，这就是寡人。朕没有错。皇权之道，无外乎陈弑君，子弑父，挚友反目，爱人成仇。